Hello， 我是欧车部。对，就是那个 NBA 开季没几天就出国玩耍，偏偏这一季许多球队状况一堆，让不少人透过粉专或者是 IG 上私讯问问题，但他却只丢出一句：“嘿嘿，我开季后出国了，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打我笨蛋的那个王八蛋。”妈的，说好的正常出片呢？敢附肩啦！好啦，总之呢，失踪人口回归啦。首先呢，我确实是有带2个影片的音档在笔电里，行李箱也的确有把我的麦克风带出来，想说可以趁着晚上回饭店的时候抓紧时间赶工。然而时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而且西班牙那边的网络实在是有够烂，有多烂呢？大概跟本季马刺的防守一样烂。是的，本集的第一个为什么，就是要先来谈马刺本季防守为什么那么的糟糕。当你翻开各项团队防守数据的时候呢，马刺的名字永远都是从后面数，会比较容易找到啊。DRT 区防守效率值高达 114.5， 排名联盟倒数第4，团队篮板数仅 33.3 颗，排名联盟倒数第9，场均被对手快攻得分高达 18.2 分，名列联盟第3多。6场比赛下来，对手平均总命中率高达 49.3%， 而3分命中率同样也高达 39.7%。简单几个数据足以显示马刺本季的防守是有多么的惨烈。其实要找到问题所在并不难，上季马刺在防守数据上表现至少还是前中半段水准，其主要原因来自于降低进攻的节奏，借此隐藏阵中多数的老将难以跟上防守脚步的缺陷，将对手进攻导入半场阵地战上，才让马刺在防守上比较好掌握。然而这也不是说那么的简单和轻松，由于马刺的禁区常人不是老就是慢，或者是2个都有，因此在半场阵地战上的防守并不能像其他的球队，就算后场的侧翼被过了，也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可以防卫。马刺必须要依靠防守第一线和第2线战力来保护相对之下护框能力较弱的禁区防线。然而作为后场的侧翼防守上极为重要的2名球员 Kyle Anderson 和 Dejounte Murray 皆不在阵中，前者在今年夏天被灰熊延揽而离队，后者在热身赛因为右前十字韧带断裂而整季报销，导致马刺的防守上原有的策略完全的崩坏，大概跟我现在回国后的体重一样的崩坏。你看看现在马刺的后场上摆的可是 Patty Mills 和 Brian Forbes， 光看身高和身材说有多可口就有多可口。禁区方面 Pau Gasol 又老了1岁，交易进来的 Pirtle 也不是那种可以到处补防的中锋，于是马刺只能让已经33岁的 Aldridge 拼命上场操，6场下来场均多达 37.2 分钟的上场时间，实在是很恐怖。尤其作为马刺目前禁区唯一一个大腿，这个上场时间实在不可取又不健康啊。不过至少防守早还能够依靠进攻来弥补，也有 DeRozan 的加盟和挹注，让马刺在战绩上至少也还算说得过去。至少比躺在后段的雷霆和火箭好太多了。没有错，第二个为什么要讨论的就是为何新赛季这2支球队的战绩会那么的糟糕。虽然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的难理解啊，雷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进攻不如预期，那火箭则刚好相反，是在防守端不如预期。这边先讲雷霆好了，我是觉得问题出在 Westbrook。缺席2场了，你想要什么呢？否则你看他有出赛的4场比赛，好歹也是2胜2败。而我们也都知道 Paul George 单独带队是很难打出来的，尤其他的队友几乎都是功能性球员啊。去年至少还有甜瓜这个得分点，今年就只能期待这些功能性球员能够好好的发挥。问题是目前为止这些球员的状况就是很糟糕。拉上先发2号位的2年级生 Ferguson 撞墙撞好撞满，夏天续约的 Jeremy Grant 一直到拉上先发后才恢复水准。西班牙射手 Abrines 同样也是有一场没一场的。透过交易引援的 Schroeder 也是到了 Westbrook 回归之后，表现和数据才逐渐的回稳，整体表现稳定的只有禁区的 Patterson 和 Noel， 以及持续有亮眼成绩的新秀 Diallo。综合以上来看呢，我实在不是非常认同要把锅给总教练来背了，因为这很明显的不能算是总教练的问题，况且也才开季打多久而已，到底是有多急啊？讲得好像把总教练火掉就能够解决问题一样。雷霆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球员过于单一功能性，能够符合阵型的球员都需要养成的时间，但是核心的球员却一直都在实验和变动，因此在今年续约的 Paul George 确立好双核心之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练这些球员，并期望他们能在合约和巅峰期过之前养出来，不是吗？老实说，我反倒认为这些都还比火箭好解决啊。虽然火箭问题其实也没有说到多严重，是啊，我知道目前火箭其实在进攻端也崩坏了，攻防和效率值和数据都是联盟倒数的。问题是除了开季前2场是后场双核都在场之外，后面4场比赛都是只有单核运作。Chris Paul 先禁赛了2场，接下来是 Harden 受伤了2场，而原本的热身赛表现和磨合都很不错，预计将会取代 Ariza 角色 James Ennis， 打了3场比赛都躺进了伤病名单。新引进的 Carmelo Anthony 依旧需要时间适应体系，作为禁区重要替补的内内，预计也要躺2个礼拜。所有问题交织起来，火箭是能够表现得多好啊！至于有人说甜瓜的引进好像对于火箭现阶段没有帮助，这不是废话吗？除了磨合和默契需要时间训练之外，延揽甜瓜的目的本来就是在季后赛上，对季后赛上增加进攻的选择和得分点啊。
现在不是例行赛吗？我并没有打算要替甜瓜开脱，但是现在要去担心火箭失误还太早一些。等待其他中外轮替球员回归之后，假设表现还是不好的话，到时候再来讨论，何尝不是更加实际的选择吗？火箭现在例行赛需要做的，其实也和雷霆是一样的，看看能不能在这段时间练出能够打进轮替的球员。例如说夏天引进的 Michael Carter Williams 和 Hartenstein， 倒是从太阳来的 Chris 和 Brandon Knight 呢，恐怕等他们伤愈归队再说了。至于之前火箭愿意丢出4张首轮签交易 Jimmy Butler 的消息，我的态度一向都是等到交易确认之后才会进行讨论，在交易案没有确认之前去认真讲明是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总之，我认为无论是雷霆和火箭这两支球队目前的状况和目的都很像，就我个人认为还是不用太过于着急就是了。战绩部分迟早会修正回来的。不过说到了战绩，东区龙头宝座目前则是有一支许多人，对这个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意想不到的球队霸占。没错，就是我大公鹿。灭瓦基公鹿队没有错啊。第三个为什么就是要来讨论公鹿到底何德何能高居东区第1名，到现在7场下来尚未尝过败仗的滋味呢？老实说，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赛程啊，7场比赛下来，只有3场的对手是季后赛的球队。六马本来就不太擅长对付公鹿这种侧翼海的球队，7人的战术和上季根本一模一样，只要有稍微做功课，教练有点脑袋，基本上并不是那么难对付。暴龙那场，包括 Kawhi Leonard 和 OG Anunoby 都没有上场，侧翼防线瞬间降低了不少威胁性。作为中央轮替的控卫 VanVleet 同样也缺阵，让后场压力更加严重。反观公鹿方面，仅仅只有 Giannis Antetokounmpo 缺阵，这样看起来公鹿的这个7连胜确实纯度不够哦。然而以实际的层面来看呢，倘若是去年那一支公鹿的话，我并不认为一样会有那个机会拿下7连胜。原因就在于战术和体系上，现在的公鹿早已非无下阿蒙。透过新的战术设定和角色定位，阵中几乎所有的球员都获得了进攻加成，各项数据和效率皆大幅的提升。你能想象 Eric Bledsoe 不再脑冲，几乎每一波进攻和传球的选择都很恰当吗？你能够想象上一季在季后赛已经表现很恐怖的 Chris Middleton 在新赛季出手数下降的情况下，数据不降反增吗？你能够想象上季在3分球上场均的出手数、命中数、命中率排名全部都是联盟倒数前几的公鹿，本季以来都是联盟的前10名，而且场均3分命中数还是联盟最多的球队吗？你能够想象上季团队篮板倒数第1的公鹿是新赛季目前场均篮板数最多的球队吗？信仰不能活着，大神教，无论是心灵、战绩还是数据，都能够达到3位一体，连被牺牲地雷兽 Eric Bledsoe 都能够被改造成天下第一控了，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快信仰我大公鹿神教？即日起转职信仰只要8万7就好，是个非常经济实惠的选择。现在信仰公鹿是您最潮的选择，汇款账户如下，记得把界面转成英文。其实换上了布登侯者证明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球队在每个阶段的任务都不一样，因此在总教练上依然也要做调整。这里我并不打算再说 Jason Kidd 的问题，毕竟他的能力和阶段性任务早已达成，只是高层在理解我们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件事情实在是耗太久了。当然，公鹿在比赛内容上依然存有不少的问题仍待解决，尤其是主将 Giannis Antetokounmpo 在失误和外线命中率都需要修正，防守沟通和态度依然需要调整。现在的公鹿确实需要一场败仗来重新检视，但是这些依然改变不了一件事实，今年的公鹿真的不一样了，由此可见总教练的重要性啊。不过讲到了教练，第4个为什么就是要来谈谈本季第1个被炒掉，好不容易迎来了真正执教一季，结果6场都掰了的，其实前总教练Tyronn Lue了。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个教练的评价算是普通，没有到很好，但是也没有糟到哪里去。身处在可能是这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毕竟伴君如伴虎嘛。尽管调度方战术上依然有缺陷，但至少在球员相处上从未有负面的评价，也的确替骑士拿到了总冠军。可惜在调度和用人上和高层有所分歧。虽然说这个时间实在很奇怪，不过他会拖到现在才被炒掉，已经算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毕竟骑士和球员的轮替的使用和调度上有旗舰，也不是最近的事情了。公司派系都可以分成老板、总管和教练。Tyronn Lue主张应该要让老将上场，总管只是认为必须要彻底的年轻化，让年轻人上场。老板只是认为应该要兼顾战绩和练人。好，最后一个可以忽略，因为根本不可能。教练本身其实应该算是总管那边的附属，所以最后选择炒掉总教练并不难理解，因为比较好处理，薪资又少嘛。而且奇迹的是，在Lue被炒掉之后呢，骑士的球团突然又达成共识了，也就是确定谈到底练新人。虽然说还没有这共识之前，战绩方面好像就已经开始运作了呵。受伤的 Kevin Love 只是在照了 MRI 后发现有积水的现象，目前预计缺席1个月，虽然我认为之后应该还会更多了。教练部分则是会有 Larry True 来代班，我是不太认为他执教会有多好了，反正都代班而已啊。而且现在要给谁执教呢？战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今年的首轮签过去因为 Kyle Korver 交易案的因素，目前在老鹰的
手上前10保护，只要能够谈到前10顺位就能够拿回来，所以基本上难度不高。至于阵容方面呢，肯定会加速老将们的交易程序，尤其是控卫 George Hill 和射手 Kyle Korver。反正目前看起来这两个球员各自的最大买家，太阳和七六人的境况实在是很糟，透过交易填补战役的几率和速度可能会更快。最后的为什么，我们来聊聊本季为何在场均比分上会暴增那么的夸张。是的，当你摊开联盟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10月下来，别说场均得分高达 124.3 分，排名联盟第1的勇士好了，就连场均得分最低的魔术都还有 100.6 分。计算团队进攻节奏的 pace 同样也有拉高的数值，常常比分破百的景象已经是常态的迹象。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就在于规则上的更动。新赛季联盟新增了3条规则：第一，球员抢下进攻篮板后的进攻时间缩短至14秒；第二，简化了进攻路径犯规的规则；第三，扩大恶意犯规引发的录像回放范围。而最大的影响自然就是第1条规则，也就是抓下了进攻篮板后，进攻方的时间从原本的完整的24秒缩短到了14秒。这样的设定不仅缩短了进攻时间，同样也提升了每一场的比赛节奏。毕竟少了10秒的差别是真的挺大的，包括战术上可能没办法好整以暇的重跑，而是仰赖抓下进攻篮板的球员在进攻上的把握度，甚至乃至于持球和视野等等，对于球队影响反而是最巨大的。没有错，在这个常人逐渐式微的时代，这一项改动反而把常人的定位救了起来。毕竟比起了正常进攻时间，还能够特别设置的3分球，抓下进攻篮板后最有效率得分还是灌篮，无论是直接灌篮还是依靠视野传给跟进的队友灌篮都是。因此你也能够轻松的发现，拥有高机动性甚至是有能力抓下进攻篮板后再放回去的中锋，在各项的数据和球队的战力上更加的吃香。尤其是进攻节奏打很快的球队，例如说目前战绩优秀的金块、鹈鹕和暴龙都是。当然也会有像公鹿这种没有这类型的常人，但是战绩一样名列前茅的七星种存在。不过这本来就是个案呐。至于后两者影响呢，虽然也有，但实际上影响最深的还是第一个规则的更动。虽然开季到现在我整场看完的比赛并不多，然而单就我在稀少样本数也能感受到比赛的节奏比起过往更加的快速流动，以及脑人的吹判同样也是暴增到令人吐血。说真的，这一届吹判我实在是，算了，不说了，反正讲的好像我讲就有用一样。总之，这就是为什么本季会出现那么多大比分比赛的原因啦。好的，以上5个为什么所讨论的球队，希望能让你稍稍的解惑一下。影片的最后来简单谈谈之后的出片计划。之前说过的周报将会于下个礼拜正式开始，对，所以本周没有周报。原本预期在我消失这段期间会发的影片，我将会在最近把它们全部弄出来。至于每个月固定会出的球队和球员系列，球队是确定不会出啊，因为肯定会讲公路。但是你们已经在我粉专看到一堆了，球员部分呢，因为都是下个月的月初发片，所以确定会做。不过基本上就是把当初写的新赛季你值得关注的10名球员这个影片讲稿修改一下，应该就能出片了啦。总之，我会把之前欠的债赶快还完吧。那影片的超过告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怕错过我的新影片和直播的话，别忘了开启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钮，就不会错过了。想要看到更多即时的资讯和看法的，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 IG 上逛逛。我是欧车布，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好，相信各位看完这个影片，应该可以发现这部影片的风格啦，还有讲话的速度比较不一样。这算是我在尝试的部分了。我是预计，如果各位喜欢的话，我应该接下来的周报我可能会倾向是用这种风格和形式来谈，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麻烦在下面留言区给点意见吧。